沿着我国的海岸线，一支神秘的队伍正在崛起，他们就是离岸风力电站。把这些大风扇建到海里面去呢，是有很多好处的。一是这里有着比陆地上面积大得多的空旷区域，自由发挥的空间相当可观；二是这里离人口密集、能源消耗旺盛、经济规模巨大的沿海工业城市更近，可以在不需要铺设很长的电缆的同时赚到更多的钱；三是这里没有山峦、没有建筑、没有树木的阻挡，所以风速会更加强劲、更加均匀，为电站带来更大的发电效率。好处的确是不少啊，但是要把这些高上百米、看起来还有一些头重脚轻的大风扇搬到海里面去，该怎么做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了解清楚这个问题。常识告诉我们，想要让一样东西在地面上长得越高呢，它向下扎的根也必须要越深才行。所以解决方案就是打桩喽。陆地上可以打桩，谁说水下就不能打桩呢？我之前做过一期讲桥墩是怎么在水里面造出来的视频，里面就涉及到了水下打桩的问题。感兴趣的话，可以一会儿移步过去哦。当然现在还是暂时留在这儿，我们继续讲完。支撑起海面上看得见的风电机组塔身、风机和叶片的是埋在水里面我们看不见的基础部分了。它大概有以下4种基本形式：重力基础、单桩基础、导管架基础和漂浮式基础。所谓重力基础主要就是靠体积庞大的混凝土块的巨大重力来把风机牢牢地压在海底，而单桩基础则是利用打桩、钻孔、浇灌的方式，将单根桩机安装到海底泥层或者是岩层以下一定的深度，再将风机塔身固定其上立起来的。导管架基础就更加复杂了一些需要首先打桩，然后把导管架固定在桩机上，接着才能把风机的塔身安装到调平后的导管架上。成本显然比前两者都要高一些，但换来的是更为坚固、更加多用的优势，而且适用的水深范围也要更大一些，基本上只要是水深不超过60米都是可以安装的。而单桩基础只能建在水深小于30米的地方，重力基础就更浅了，而且你看它的样子就知道它对海底平整度的要求是比较高的，难伺候啊。好了，前3种不管哪个更好，总之都是有落脚点的，至少给人一种很踏实的感觉。但第4种，你听它的名字漂浮式基础，也就意味着这种风机是处在一个漂浮在海面上的平台上面的。这个真的靠谱吗？当风浪来袭的时候，就真的不会把那根高出水面上百米、还带着巨大迎风面的风力电机给刮翻吗？事实证明是我想多了。2017年，世界上第一个商用的漂浮式电站 Hywind 在苏格兰东北海岸投入使用，其伸出海面的塔身高度达到了101米，风扇桨叶的直径更是足足有154米，一根叶片就长过了一架波音747了。这么高这么大，它就不怕风浪吗？不怕其实从2009年开始，它的前身高65米、直径80米的 Hywind 的样机就持续在挪威海岸安全运行了数年，并且在服役期间还经受住了每秒速度达44米的台风袭击，以及高19米的巨浪的冲击。它何以能这么优秀呢？别看它伸出海面65米很了不起的样子，其实藏在水下的浮台部分却足足有100米，其中装着岩石和水作为压舱物，光是这部分就重达几千吨加上它采用的是单柱式平台设计，水线面很小，所以运动性能好，极限海况适应能力好，无条件稳定性也很好，难怪怎么也不倒了。而到了实际投产的100米高的 Hywind 风电机身上时，浮台的设计明显更加优化了，变粗变短了不少，纵然体型大了一圈，但成本却反而下降了60%到70%，看起来很妙其实不光是这种单柱式风机漂浮平台很成熟，另一种叫做半潜伏式风机平台的设计也非常的成熟，完全就具备了投入实际使用的条件。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其他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漂浮式海上风力电站的设计吧。葡萄牙的 Windflow 是世界上第2座全尺寸的浮式风机样机，采用的是半潜伏式设计，风机不对称的放在了3个立柱的其中一个之上，每个立柱都可以单独的调整压载重量，所以就能在平台发生较大倾斜的时候自动调整平衡。法国的 Idol 大概是这么念的吧
它的漂浮风机设计长得也是比较奇怪的。其漂浮式基础是一个由混凝土浇筑而成的四边形中间镂空结构。这个镂空的结构可以在平台中央围出一个类似于乐池的水体，使得整体的水线面积较小的同时，还能起到阻尼的作用，从而在不需要人为干预的情况下改善整体的运动性能，也是妙到不行啊！还有瑞典公司 Hesken 设计的半潜伏式多风机平台，跟 Windflow 只是用三角形的一个角不同，它是用了2个角，于是一个漂浮平台上就能装上2台风机，剩下没装风机的那个角也没有浪费着。在那个立柱下面是一个转塔，可以根据风向来转动浮台，以保证上面2台风机始终都是迎着风的，以避免它们受到彼此的尾流影响。你看，一份占地2份收入，哪怕海洋再大，我们开发它时还是要本着集约化的精神嘛，做得不错哦。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些漂浮式的海上风机设计，但原理也都差不多，我们就不再一一细说了。最后大家可能有些好奇既然我国正在大力建设全球规模最大的离岸风力电站，那我们的漂浮式风机又长什么样子呢？其实中国的海域最大的特点是大陆架绵延距离长，近岸水深变化小，漂浮式风机在这样的条件下优势并不明显。按照一般的理解水深60米以上的海域，漂浮式风机就具有优势了。而我国周边海域如果想要达到60米的水深，离岸距离会比较可观，增加了电力回输的投资和成本，也不利于运维，所以短期内我们还都会采用我在前面说的站在海床上的风力电机样式了。只不过呢，浮式电机最大的特点是可以通过优化浮式基础，在保证性能的前提下，降低建造安装环节的费用。采用浮式风机方案，完全可以做到整体安装、整体拖航，不用装锚。在机组越做越大、近岸资源越来越少的大趋势下，逐渐成熟的浮式风机无疑将是海上风电未来发展的重点方向。大家不要着急既然我国的目标是要在2050年时实现全国总能源的1半来自可再生能源，未来很多精彩的故事都会在这里上演。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